大家好，喂，Hello，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啊，好的好的，我这边打开一下软件，稍微等我一下啊。我这边共享一下我这的屏幕，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现在的屏幕吧？呃，今天讲的课程是榻榻米加书柜的一个卧室的布置吧，一个场景布置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大家可以叫我 Steven 啊。大概我给大家看看我之前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场景的预览吧。这是一个比较啊简比较就是能大致的看到整体的一个结构就是在2D 视图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带有一个飘窗的一个矩形的一个卧室图。然后我们进入3D 的一个选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榻榻米当然它这些材质是没有进行更换的，只是简略的能看到一个大致的啊一个大致的结构。然后这上面也是一个横梁。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是向大家介绍如何布置这样的场景啊榻榻米衣柜然后这个一个吊柜来充当书柜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书桌，然后一个榻榻米的卧室吧。好了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我们以这次的案例为实例，然后我们新开一个场景。现在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布置这个场景。嗯、大家中途如果跟得上的话，可以自己手动来操作。当然了，我这边因为是操作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延迟或者说设置参数的过程中会有一点停顿大家不要有什么担心首先这是之前可能大家应该是很熟悉这里的功能了我就不再带领大家一一介绍了我们首先使用的是这个画线渐强功能啊，首先画一个宽是3000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记得打开动交捕捉3000，然后宽是2500，深层墙体是120。
我们命名可以自己命名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物成一个主卧吧，或者说客卧啊，或者说儿童房，那我们就设成一个客卧吧。好的，谢谢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聊天室里发出也是 OK 的哈。如果我没看到，大家可以在语音里提醒我哈。然后房屋的高度呢，这里默认是2800，我们就不做修改了。大陆这边中国这边一般都是大平层的，都是2800的高。哦，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矩形的小房间，然后我们进入它的户型，为它布置一下它的单开门。单开门的宽是7900，sorry 790，口误。然后啊贴这个底墙，然后这边为它安装一个飘窗。飘窗的宽是2050，然后其他的基本不用做修改，还依旧的我们也是将它设置为接近底墙，就是一个这样的比较大致的布局是这样。然后呢我们首先要为它肯定一个卧室里面会有我们这边会有那个中央空调嘛，然后这里就是放中央空调的地方，但是我们这边模拟的那个没有中央空调，但是我们用模型或者说用建模来模拟这个横梁，对吧？通过这样来模拟一下首先呢这个场景呢我们要四周再加上横梁。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衡量工具、衡量软件、衡量的功能，点击一下这个墙面，这样自动生成了。首先我们在这里调整一下它的厚度和高度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它一般这里应该是空调中央空调出风口应该是这样连接的外面的客厅。然后这边呢，我们也同样的，这另外的三个方向呢，依旧的放置一些横梁，当然这里的横梁就比较的小了，主要是起到一个，主要是一个结构的作用。这里是50400的高，同样是贴墙。然后呢这样就是一个房屋的结构门窗
户型了大概是会是好了。下一步了这个天花也基本上也不用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天花，一个也不用就这么简约，就是这么简约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它这个地板我们把它换成一个木地板，但是呢我们也就不要使用这个铺贴里面的木地板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快捷方式来做同样的这些如果我接下来解释这个快捷方式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产品，当然可能因为大家使用我先为大家演示一下，因为这里是没办法使用的大家其实不太使用，可能你要进去一下这里，把它的这个原本预设的瓷砖给清除了，它这里是原本铺设的是有瓷砖的，将它清除了之后就再来铺设这个啊铺设这个在这个装饰里面装饰云贴图，然后木地板这里普通木地板，你找到就看大家有这里见到很多木地板的产品，这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但是我这边是找了一个我原本是找好的一个产品，应该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比较的和谐，跟整个场景。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摆位置刚才大家看到这里是有个榻榻米的，然后这里一个吊柜的，然后这里就是衣柜和一些嗯开放柜组合起来的一个组合结构我们现在是先当然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欢，从衣柜开始摆，或者说从榻榻米开始摆，这个 OK 的我这边就不做讲究了，就直接从左边的那个高处的这个吊柜开始摆，然后呢先找到定制入口，定制入口里面有一个二三全屋，然后找到，当然了，因为肯定要放封板嘛，对吧？我们首先这是放封板，但是我们先不放封板，我们先放一个普通的吊柜，双列，先放一个普通开柜因为这个开柜是要做成那个铝框门的，对，铝框门的，所以说先把参数调一下，这里的参数是预设好了的。大家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先预设好自己的各个位置的参数，然后在软件中进行啊布置然后预留一个18的位置上面呢我们是要预留一个50，但这里是距离的顶的天花板，所以在这里我们原本就是设置的是400的高度是吧？所以根据这样的计算的话，我们在这里是400，然后然后这里呢，这里的下一步我们就要为它铺设一个封板，封板还是直接在这里摆放之后摆放进去。这里长度要修改一下我这边是预设的是50，然后2cm，
这边跟他说了一下，他说这要改成啊五同样的改成950就好，这里有一点因为摆放的问题导致串模，没有，这样有个贴合，这样不好看，看这里，它确实这个不是够那么好看，它这里应该是一个算一下900，基本上放弃。应该是一个400的位置，高度是没有错的啊，高度是没有错的。然后50嘛，其实应该是925，925，然后这里就应该是蓝色400，贴墙，我这样柜子摆过来对的。然后这里会有一点不太平齐，可以修改一下，修改到80。门板一般是厚18，大家移动18、80都是一样的。然后下一步呢是要为这个柜子改一下门板。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场景，嗯，保存一下产品，先保存一下场景，然后我们最后来换一个门板吧。这里就有预设为这里是一个啊后门，我们先把这普通的吊柜的门板都摆放好之后，再来摆放。同样的普通这里会有两个普通吊柜，同样也是用这个柜子直接复制过来，之后调整参数，就即可。应该是然后下方这里是有一个开关柜的，同样的我们直接在吊柜这里找一下开关柜，开关吊柜没有，再找一找，找到这里有一个开关吊柜，就这个吧。然后嗯，产出就是嗯，然后我们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位置。不好意思，上柜的那个参数是多少来着？这个吗？对的，对的。你看一下780、230的图案，应该有看到吧？好的，好的，谢谢。好的，这里可能这里产品这里会有一些的穿模
很明显，这里会有点穿模，可能是设置的时候的参数问题，或者说我们往下拉一下再看一下啊，很明显还是有一些多出来的。那我们啊解决办法呢，就是要么就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整体的，要么就调整一下这边的来作为一个平齐嘛，对吧？那我们就直接就调整一下。那我们调整这个的话，肯定封面也要继续调整了。我们就把这个柜子也调整一下吧，调整一个325看看。这里就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啊。它因为是开放柜，所以它缺一个门板对吧？对，它这里是平齐的。所以这个就要有一点调，在设计过程中可能是会有一点小缺漏的，调整一下。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也是一个开关柜，但是呢，它的方向呢就不是顺着这个方向的，它是要顺着它是要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方向，然后呢，它是跟着这个衣柜的方向这个走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垫一块板，我们就暂时垫一块键光板。这个软件里的键盘板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万能板来用它基本上你点到哪里，然后它就会吸附到哪里，按空格来旋转，就这个里旋转之后，哦有一下参数900的250，然后厚度是18，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调整一下它的位置，这会有一些多出来的，所以这个可能也还需要进行调整。就是87，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它这样不太好看，没有把这个门板给它盖到，所以说这样加一下再加个200然后前拖拉一下贴墙它这里就出来了它和门板是贴合的因为我们这里还要大家往后看不要着急我们这边要转接一个开放的吊柜，所以我们在这继续在吊柜的单元找一下吊柜，找一下单元吊柜按这个就像我说的，放在这里是以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设置参数是这里会有一些双向穿模无所谓的，只要摆正一下的位置就好。按道理来说，它这里是应该是贴合的，刚刚好贴合的它差不多贴合的但是呢它这里看起来不太规整我们这里要给它调整一下这块板件感觉看起来多了一点，我们就给它删了。然后呢，这块板呢我们要往下偏移一点，跟这个底板呢是平齐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距离，对吧？
这里有一个小测量工具，3D 的测量的平行面啊，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面和下面这个面的距离就大概能知道了啊。看一下啊，是657，所以我们这个板的移动距离应该变为657啊，这大概就是一个拼齐的过程，然后推出来，推出来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这样的比较简单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可以这里摆一个衣柜，或者说在这里摆一个衣柜，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摆个书柜。那我们先在这里摆一个书柜吧，不好意思，摆一个书桌不好意思，我误会了啊。书桌的话在这个单元功能房这里我们找一个书桌找一个喜欢的。然后我这里是选择了一个呢，啊、是选择一个是可以是这一个侧柜书桌。然后呢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我们点击镜像侧过来。主要是选这个书桌呢主要是因为这里可以打进去还是说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参数设置一下，然后这里应该是拼齐了的，拼齐了，参数已经都设置好了的。然后呢这书桌就卡在这里是比较完美的。然后呢，我们这里就复制一个衣柜。衣柜呢衣柜就是在衣柜单元里面卧房单元里面找一个简门衣柜，我们只要找一个常规的开门衣柜就好了，找一个常规一点的这个就很常规就直接铺设一下。然后呢，我们参数就是800的8008啊，然后高度呢就是20米，然后往上移动一下啊，它因为这里的场景呢这教给大家场景呢是50个地角，所以大家往上移动的时候可能发现这里有50一角，但是呢这里但是你会发现你使用过程中地角线没办法使用50地角大家就先忽略一下这个细节，因为这个是比较前的场景了。所以大家我会用一个100的地角，默认做成一个50的地角大家但是渲染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然后高度是预留的450，这里没问题了，然后其他都没问题，其他都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为它在这里再放一个地柜，一个抽屉地柜，单列吧，应该是单列。那你搞个3抽就可以了这里啊，先有点肯定还有一些啊问题的先别放啊，因为这里要放个地柜嘛，对吧？所以我们这里放个，这里比较空，墙后面是比较空的，对吧？这里放个键光板在这里的话第一是充当一个分板作用，第二个也是如果说有什么衣服也可以挂在这里，做那个衣架作用。所以说我们现在继续找到键光板，将它铺设一下，旋转一下，然后给它设置一下参数，是900
不是，宽度可能是20，2040，是或者18了，然后这个也是肯定啊贴，OK，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铺设一下这个这个递归单列上错的，然后我们给它设计一下参数，是3啊，就是一个设置好的比较完美的但是可能要调整一下地角的问题啊它这个应该是默认取消的地角，看一下检查一下，这里没有，这里有一个自带的地角，所以要给它取消了。然后上面好像可能会有一个，上面肯定也会有一个修边条，也给它取消了，衣柜这里啊，然后这里看有没有这里也有一个给它取消了，看一下是否是不正的，是不正的，我们要移动一下，大概这样一个状况。同样的，我们在这边再给它是个见光板，增加一下趣味性。对，因为你看这里面都是不是趣味性，我说错了你看这边都是一些棱角，我们增加一个啊导圆的一个见光板，这样就比较和谐，看着就是有一些点睛之笔的感觉。然后就是在公版单元里面找到见光板，中断一下，这个参数。好，就这样，直接这个就成顶靠墙，好，这样的空间就利用的很完美。看一下有没有啊有没有不规则的还是有一点，是有一点，那是不是对，它不能重叠，还是要给留一个20位置，后面是有一个天花板的，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小技巧这里呢我们要来导圆角使用那个外形编辑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外形编辑，然后我们对它点击外形编辑，点一个导圆，默认就是50的圆，然后点击它这里一个角系统就默认就完成了是一个圆角。好的，然那后下一步呢？可以再做一遍那个外形编辑的部分吗？好的，好的，我撤回一下谢谢。我先撤回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是就是一个矩形的一块板。你首先呢需要点击一下组件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单独选到这块板了。又或者可能你不需要点到你不需要点到这块板，你不需要我这里是点选了一个组件，是你默认这块板和这块板是合在一起的，这块板和这个柜子合在一起了有时候这两个是合到一起的话，你会单独的是选不到的。但我们这里因为这里是一块天花板，是我们自己铺设的，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不用进入这个组件模式里选择直接选择它，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工具栏，这里后面
会有一个小的可以三角形，你点击它之后，或者说你不用点击它，鼠标悬浮到这里就会出来这一个成一个条，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外形编辑这个功能点进去点进去就是你选择这块板的一个界面了。然后在上面这个工具栏这里呢，点击一下这里的外形编辑啊，然后呢这里就有很多功能了，那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直接选择它这一个导圆角的功能，导圆角功能点击它这里是可以输入你这个导圆角的半径的，但我这里默认是50你这里可能不是的话，那你就要在这里修改一下了50，然后你这里这里你也不用点确认了你可以点一下确认它这里应该就会修改了，就是默认改成你下一步要修改的是50的导圆，然后你现在看到你的鼠标这里是有一个提示的，要选择板键角你现在你看你的鼠标，你摸一下，你现在碰一下这个角，它这里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你没有点它，但是你碰到它了，你看我现在默认我就是我走开了，对吧？然后我就是要改这个角的话，我就碰到它，然后点它，哎，它自动就生成了。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完成，它就出来，然后它就出来了，软件就啊、自动了就是你看这里就自动是生成了一个圆角。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进行下一步了。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这边继续做它的递脚线在这里做一个递脚，因为我刚才讲的是目前的软件是没办法做个50的递脚啊，但是呢我们这里就先预留一个，就先暂时默认设置一下一个50的递脚，不是我之前默认设置100的递脚，但是呢我们这里显示的看起来是个50的递脚，其实是100的递脚，那我们是做一个渲染图，这里就勉强接受一下，然后呢下一步是我们要整一个作为一个点供板。好，那个这就不是倒计了，这就是50，然后其他的基本不变，我们就自动生成了就这样比较方便一点。OK，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直接在这里要铺设一个榻榻米我们就是榻榻米了，我们就是要再找一个，当然就是要找一个榻榻米入口这边呢找一下在这个功能房这里有一个榻榻米的选项，然后呢，我这里呢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产品选择自己想要铺设的我这里就是一个拼起来的一个了不是一个常规的就是可能就选择就这个三列的，或者说直接铺设一下就 OK 了我这里这个是一个设计了一下，我们要找一个双格双格。
应该是这个。啊，是这个。然后这里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参数，对吧？这里然后它这里预留个五十，但是我们要把它填上。然后呢，这边是会后续要填一个封板的，所以这里就预留个50的位置。然后下一步这里呢，我们依旧放一个啊呃放一个榻榻米，这边是4个的，看一下是不是？对，四格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对，就是放这里吧，现在是，哎，它这个位置可能不太对，这样是对的。然后对，像设置参数是啊，的这条参数之后，我们要铺设它。当然我在这里设置参数是比较麻烦的，大家可以直接这里设置好参数之后，调出来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参数了，那是比较快捷的。我在这里是大家可以也只是演示一下。哎，hello，刚才我这边好像可能掉出去了因为我好像是我这边的网络问题导致我这边啊掉出去。大家是不是之前有一些很多都没看到？
呃，第二个榻榻米那里是吧？哦，那就是这里榻榻米这里这个改一改，这个第二个榻榻米我们就删掉它，重新摆放一下。我刚才就是因为网络问题大家呢向大家说一下对不起这里确实是网络问题中断的，这个我也确实无法控制它我这边检查了一下网络，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看一下。不要出现一个中断的问题就好。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会议嗯，刚才我们是讲的这个第二个榻榻米是吧？第二个榻榻米这里呢我们这里是一个四格的榻榻米，找到这个四格的榻榻米之后呢，选择一个这个B004的产品。我们将这个注意就是它这里呢它右边的这个翻门的这个抽屉尽量把它保持在外面，因为呢使用不可能你放在里面，或者说这边对吧？这边已经基本上到墙了啊，然后另外两个方向呢肯定也是用不了，所以说这边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放在外面。这是使用的过程中还是才能使用，对吧？所以然后这里我们就先缩小一下，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调整一下它的参数是1450，1200，250，1250，然后是400。设置好之后，同样的，然后为它修修改一下自己的位置啊，然后这里可能这里是47了，这里应该是50，这里就 OK 了。好的然后呢我们这里呢还在这上面摆放一个，再摆放一个榻榻米形成一个类似床平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尽量的找到一个双格这个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显然不是A004，应该是这个啊，暂时放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拉上来。放在上面了就这样吧。看一下是不是有接触到了它这里这样设备的比较保险一点。好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同样的设计下的参数是145，是420就是这样的它这里还要移动一下，让它平齐一下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这里看一下能不能固定松绑身，它这里可能修改不了，看一下是不是我这里它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应该是可以修改因为我这里上面放了一个榻榻米嘛，对吧？它这里是一个把嘛，如果说它这里是开门的嘛，如果说挡住了它这个门就没办法用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调刚才那个参数调成一个大概是500的一个感觉它这里才能正常使用。调过
差不多是这样的位置，这样的感觉，它才能一个正常使用嘛，对吧？不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其他的柜子是可以正常打开嘛，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榻榻米的一个布置。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榻榻米这里是有预留的一些封板的位置了，对吧？具体的封板。然后封板呢，我们也要再找一下，我们看一下是在在这里也是在封板单元里面封板，然后一个榻榻米封板找到这个。首先我们进行这个床头的可能有一些位置用的不好啊。我们先床头的是一个啊500的54吧啊，这样一这样一个情况它可能会位置有一些我们都调整它就好了。它可能这里还有多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肯定要调整一下这里是420的话，那应该这里是420。对，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然后同样的，下面这里也是，然后同样的这里是一条参数，下是这样的，那边这边还没有，没事，我们继续调整一下，那就不是1500，我们看一下2000是不是对的？两千可能是对的2000可能是对的。OK，然后呢，同样的，它的床尾也是要进行一个封板，床尾是1500应该是1500的50，然后再一个400啊，这样一个比较完美，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布置大家应该是跟着我这样，应该是简单的能布置了一个这样一个榻榻米的卧室。下一步呢就是大家见怪不怪的装饰了。现在呢，大家可以差不多讲的差不多有一小半会了，我们休息一下，在这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过程中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啊场景中布置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的小房间按照大家的设计习惯进行布置。然后呢，我们统一的半个小时回来之后我会用我的布置的，然后讲解一下渲染的过程。好的，那我这边就暂停共享。大家在这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可以来问我老师，
哎，请问一下，那个榻榻米的五金件是可以换样式的吗？是可以的。对我给你等一下哈。谢谢。榻榻米的五金它是可以换样式的，它这里的把手它这里材料替换，这里拉手都是可以替换，然后铰链这里也是可以替换的。因为你上面这里的话，它可能你就不用去给它替换了，你上面肯定要布置一些就比如说类似那些床垫的那些产品这里其实你换的再好看，它可能也确实它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它这里它没办法替换，它这个是可以替换的。大家如果说哦，对，我这边可能还没有为这个整个房间它那些颜色没有产品的颜色没有布置一下，我先给大家布置一下这个颜色哈，布置这个颜色有点奇怪。它的柜身颜色我们这里是用木头纹设计的，呃，找一下，是设计的晴川榆木它的柜身，然后门板对，还这里一个门板我没跟大家讲，不好意思，它这里是一个铝门的框门，A60的，A60A68，对不起，A68的 SL 应该是 SL 对，这个，然后这个，然后同样的，它的右边也是同样给它置换一下，左边这是右边的，然后同样都是钢琴黑，然后啊他们的透明玻璃呢都变成流束玻璃，另外一个可能需要用组件模式来选择一下。OK，看一下是否是钢琴黑了，流束玻璃。OK，然后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把手问题，看一下，会有一个残留的把手，这个不影响，应该不是影响这里没有影响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不是铝框门的，大家直接可以选择组件单个门来换，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我们继续进行那个啊、材料的替换。它的柜身呢是晴川榆木全版的晴川榆木。它的门板呢这边就直接就是 A00的板，然后门板是一个金银灰的材质金银灰。然后它的拉手我们是选择收费产品里的找一下，它是啊93，这个拉手是会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要给它全部都替换一下嘛，所以说我们使用快捷键格式刷都给它刷一下。
有没有遗漏的，大家都要给他都要刷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喜欢的颜色的话，就不用跟着我这做了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啊。它有一些门把手是没有给你换的，所以你肯定要自己去换。好，那就这样，应该就这样。其余的就是布置一下整个产品，然后让它比较好看一点，大家就发挥一下自己设计师的一个感觉，来绘制成自己属于自己的产品吧。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依旧来问我哈。
诶，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有没有画好自己的呀？我刚才看了一下，可能这个位置啊，它这个那个门码可能不好看，大家换成那个按弹器的，这个按弹器的这个 WSL 应该是在这个收费里面啊，这按弹器的或许会好一点，才可以。今天老师，你说我想请教一下，刚刚那个格式刷可以再用一次吗？行，那我换个场景用，我再换个场景。呃，假如说你现在一个格子刷的使用的目的呢，主要是快速的把它的材质都给填充一下嘛。我现在随便放个地柜好了，地柜。一般场景中如果有很多个柜子的嘛，我们频繁的啊使用这里的材料替换的话，会比较的繁琐。我们呢我先换成一个黑屏幕在这里。我们呢会有一个软件的功能呢，叫做格式刷。它这里点击它的柜子，柜子就会出来这个工具条，工具条这里就会有一个格式刷。然后格式刷呢点击它就会选择它这里的材料了。然后你点击其他的柜子左键点击一下其他的柜子，它这里就会基本上就会给你全部复制了。然后呢左边柜子这些呢，还有可能你会遇到那些把手的问题你这边把手呢，你最好有时候你可能要检查一下，因为它有时候呢格式刷呢，它会有一些因为是柜子的分类的问题，它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全部复制过来，所以说你可能有时候要手动检查一下。嗯，那位朋友，你现在那个格式化还有问题吗？没有，谢谢。好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好的，大家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下一步我们进入下一步我们进入那个渲染的过程哈。我们保存了之后渲染一定要记得保存，然后我们保存呢啊进入渲染界面啊，然后呢这边是我原本就预览好的一个视角啊，大家可以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当然自己有喜欢的视角大家也是可以选择一下的，像我就比较喜欢啊这个视角吧，就暂时这个视角，然后呢外面呢上面一步一步来吧，然后我们使用光子渲染的极速光子也是可以的普通光子也是就普通光子吧，然后白天显示我这里是使用的一个自动的一个灯光模板，没有使用自定义的一个灯光模板的这个其实是大差不差的一样的白天写实了，白天暖光也是不错的，我们就选择白天暖光吧，然后渲染的一个太阳光的打进来的感觉吧，然后地色控制不用偏执，噪点也不用控制，然后色温控制一下色温，大概是清晨的感觉，红日嘛暖色一点，然后锐利度让它偏柔和一点，阴影的柔和度偏阴影，然后亮度呢暗那么一点，方位角选择一下是从啊这么打过来的感觉，然后呢然后呢仰视角大概是俯视一下模拟的清晨或者黎明的感觉嗯，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使用这里面应该是高清的问题极速控制看看极速光子是有一个4K 的一样的，那我们就使用极速光子。其他没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使用极速光子的渲染我们只用批量渲染吧，这4个方向角一共可以渲染，选择之后，然后他们就进行提交。我们静待的等待一会儿，再因为他们等他一个一个的任务进行提交。好的，他这边已经全部提交成功了。我这边呢使用去加使用我们的一个去加，它这边呢是使用一个全景图来渲染的漫游去加呢，同样的是添加一个脚步的点位大家不用在意这里其实是一个跟大家的方向是倒置过来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向的感觉，大家在自己的呃场景中就是倒转过来一下，因为我这边是使用了一个原本画好的一个场景然后呢一定要在这里的摄像机一定要是在场景内才能进去渲染的，不然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在场景外的话应该是提交不了的。它这里好像是可能是提交，我看一下，它这里还能提交的了，那可能是因为你这里自动添加了一个走动角，
我们看一下去加是否在场景外的题啊，看应该是你这里添加了一个角了，应该是在这里，它这里是这种添加的，所以说那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去加，它这里啊，能否在外面渲染了啊？我们看选上位的啊，全景图像机必须要在场景内，对吧？所以说我们最好还是要在场景内进行渲染。啊，这样渲染的话才是比较好的。刚才我们已经渲染了一个了，就是在这里的一个走动图。我们添加一个走动点的话，啊，这个走的话肯定是在床上的，在这里。然后我们再来提个出来，这个第二个提交的走动点了，因为你这边渲染的参数啊和灯光都是你设定好的，所以说你调整一次基本上就不会变化了。看一下图册这边应该是效果图，看一下。哦，应该是算好了，它是极速嘛，极速是比较快的。看一下渲染效果图啊，是我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灯光打进来的感觉，那个太阳光打进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暗了，就渲染失败了，就是我设置灯光的问题，太暗了。哦，这个也是。哦，它可能是一个设置了实时编辑的哦，它不是我刚才的问题，它可能是它是软件里面它是会渲染的很多张的啊，可以看到它的底色图了，它这个功能，因为我开启了那个实时编辑了，就是这个实时编辑的功能大家应该有可能会有感觉吧，我们点击看一下。再加载一下。这里应该是室外光，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吧？刚才看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好像灯光全暗了的感觉其实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它其实，在软件里面是给你每一帧都全部炫了的，可以让你在这里调了的所以说，在外面看的话，在外面选择左右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是可以看到下一个作品的啊。所以说，刚才点击了那个实时灯光的编辑的话，就是这样的看看大图我们刚才不是说感觉是这样的吗？对吧？点击一下，好像全部都已经啊有变化一样。它这个是软件后台已经把那个灯光的实时转换的界面给你全部渲染了，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这就是这种渲染图的感觉。然后我们看一下漫游去加，查看一下，这个可能还会有点模糊，可能是我选择精度的问题吧，看一下精度问题。哦，可能选择2K 了，应该是要选择6K 会比较好一点，再选择6K 看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 2K 吧。2K 虽然有点模糊，不够那么精美，但是也是可以看一下它的实际作用的啊。我们点击下一个走动点点了就可以换一个方向来查看了。类似模拟那种啊房间走动的感觉这种是这个方向呢，就是进门的开过来的感觉进门一看这个场景的大脑是这样。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啊客户想要添加或者修改的地方假如说想换一下这个柜子颜色或者门板情况点击一下它我们选择将它备注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跟客户交谈过程中可以在这里进行记录然后以免我们后续遗忘这些需求，对吧？那在右下角这里备注这里，当然如果说想删掉它的话，也可以直接点清屏。这里应该不是这个清屏不是那个我那个清屏直接就是退出了这个设置选项了。同样的分享给用户了，就直接点右下角的分享，可以用微信扫码或者说复制链接给用户的之类的都是 OK。漫游一直卡在获取数据这里，漫游哪个漫游漫游去家卡在获取数据是卡在哪呀？获取数据这里是像我这样吗？是像我现在你目前看到这样一直在渲染中吗？还是说我刚才提交渲染之后一直在转呢？没有可以操作就是在这个点击提交之后，然后就一直在转是吧？这个可能是你当时选择的网络问题，或者说你选择精度问题，或者你可以检查一下，再看看，或者你尽量等久一点。它有时候因为你的当地的网络或者说当时你电脑的状态呀，都是有点影响的。如果说你漫游去家用的不太好的话，你就使用去家就可以了。你使用去家再看看，使用去家将你的摄像头调转一下，你就暂时使用一个2K 看看，然后使用一个光追的2K然后再来提交一下渲染看看。就是像我这样的，对吧？提交，你看看
你使用最简单的会不会有影响？因为它可能你使用了比较高精度的，然后你场景是比较的多的话，数据它也会多一点，所以说它，然后加上你当时你当地的网络情况，或者说你当时电脑的状况，都会影响你当时电脑软件里面获取数据的一个时间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是你软件有问题的话，那你就使用最简单的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应该不是软件的一个情况，那可能是网络问题，或者你场景的模型什么可能是你当时呢场景的模型啦会有一点问题，所以说检查一下，或者说模型过多像我现在这模型可能也是太多了，单独的放个床，放个几个这种书，几个玩偶，一个电脑的话，其实渲染的话也是很好看的。然后这次的课程大致是这样，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我们进行解答。嗯，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那可能跟大家讲的，那这里其实会发现没到我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灯带的啊，大家如果说不知道灯带怎么使用的话点这个选择组件这里，然后系统柜这里，然后呢，它这一个灯带组件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灯带的使用，像这里面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就是这个插入式层板。这个插拔式这个侧板灯，一个是横着的一个是侧着的，像这样不用你一个一个去摆了，像这样你直接就
一个格子啦，点击一下就可以直接就可以使用我这里是已经使用了，所以说就很难的删掉看看删掉之后我再来插入说不能使用，应该是有一点，看看是不是我这我看看这个很奇怪啊。如果说那个不能使用的话，大家可以换成其他的像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这个灯光都是一个嵌入式的，差不多都不用自行手动的去啊调整它的位置了，直接插入里面就可以进行使用了。那大致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现在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本次的课程本次上午的课程就是结束到这里了下午有另外一位设计师给大家解答一下为大家是一个新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收听啊，然后上午的课程就是结束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来参加，谢谢。